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離婚4年後再看馮紹峰與趙麗穎，真正成熟的大人把愛都留給了孩子。在娛樂圈這個充滿喧囂與反轉的名利場裡，分手、離婚從來不稀奇，真正稀奇的是分開之後依然能把日子過得體面，把孩子護得周全，把關係處理得不動聲色卻又溫暖有度。馮紹峰和趙麗穎恰恰就是這樣一對。2021年，他們官宣離婚，沒有狗血爆料，沒有互撕互踩，一句和平分手，各自安好就結束了那段曾被外界無限放大的婚姻關係。很多人當時並不看好，覺得這段感情終究會像娛樂圈裡無數失敗樣本一樣，慢慢走向冷漠、疏離，甚至對立。但4年過去了，再回頭看，才發現他們早就給出了另一種答案。一段關係結束了，但父母的身份從未下線。離婚時，兒子想想的撫養權判給了馮紹峰。這個決定在當年也曾引發不少討論，但事實證明，這並不是誰輸誰贏的博弈，而是一次真正以孩子為核心的理性選擇。這幾年，馮紹峰幾乎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孩子身上，接送上下學，陪同體檢，參加親子活動，在家陪寫作業，陪玩陪鬧，這些看似瑣碎卻極其消耗耐心的日常，他都一件不落。沒有刻意營銷好爸爸人設，也很少在公開場合提及孩子，但在一次次被路人拍到的生活片段裡，大家看見的始終是一個把孩子放在第一位的父親。而趙麗穎也從未因為撫養權不在自己這邊而缺席孩子的成長。她的事業節奏依舊高強度，新劇、電影、商業合作不斷，但只要時間允許，她一定會親自接送孩子，陪伴出遊，帶想想去看展覽，去露營，去感受世界的廣闊，也會在最普通的放學時刻靜靜站在校門口等他出來。他們不住在同一個屋檐下，卻始終站在同一個陣線裡為孩子負責。家長會同框才是最打動人的名場面。2026年初，有網友偶遇馮紹峰和趙麗穎一起出現在學校，參加想想的家長會，沒有刻意回避，也沒有多餘表演。兩個人並肩坐在校門口，安安靜靜地聽孩子分享學校裡的事情，偶爾低頭交流幾句，神情自然到讓人恍惚。那一刻，很多網友都說，如果不知道他們離過婚，真的會以為就是一對普通又默契的父母。雙引號，沒有復婚暗示，沒有情感炒作，但那種彼此尊重、共同承擔的狀態，本身就比任何煽情故事都更有力量。因為真正成熟的大人，早就不需要用關係標籤證明什麼了。想想的成長，是這段關係最好的答卷。今年6歲的想想，身高挺拔，氣質乾淨，五官輪廓像馮紹峰，眼睛卻遺傳了趙麗穎的靈動與清澈。網友看了路透，紛紛感慨，這基因也太優越了。雙引號。更重要的是，他身上展現出的狀態自信、專注、情緒穩定。有一次，他畫了一幅城市規劃圖，房屋、公園、橋梁、道路一應俱全，結構清晰，細節豐富。不是那種敷衍完成的兒童畫，而是能看出認真思考和表達欲的作品。正是這樣的細節，讓很多人意識到，這個孩子被好好愛着。心理學上常說，一個孩子是否被足夠關愛，並不取決於父母是否生活在一起，而取決於他是否在重要時刻被看見、被傾聽、被尊重。顯然，想想是幸運的。馮紹峰的收斂與趙麗穎的向前。馮紹峰今年47歲，年輕時的情感經歷曾被反覆討論，可離婚之後，他選擇了一種極其克制的生活方式，不頻繁曝光，
不刻意制造話題，把父親這個角色放在了人生的核心位置。這種選擇讓他在無形中積累了更多好感，外界開始重新評價這個男人，不再只停留在緋聞情史，而是看到一個願意為孩子承擔責任、為家庭收斂鋒芒的成熟父親。而趙麗穎則把女性獨立的敘事走得越來越穩。38歲的她，事業持續上升，角色跨度不斷拓寬，從流量演員一步步走向更具厚度的作品選擇。她不急於進入下一段關係，也不需要用婚姻證明自身價值，而是把愛與精力分配得清清楚楚。一個人向內安穩，一個人向前生長，卻在孩子這個交匯點上始終保持一致。網友評論：這才是離婚該有的樣子。面對這段關係的現狀，評論區裡少了挑刺，多了祝福。有網友說，他們不是不愛了，而是換了一種方式去愛這個家。雙引號。也有人感慨，比起那些離婚後互相拉踩、爭撫養權、拿孩子當籌碼的戲碼，這樣的狀態真的太高級了。雙引號。還有不少家長留言，作為父母，最怕的不是分開，而是大人情緒失控，把傷害都丟給孩子。他們真的做得很好。雙引號。在一片祝福聲中，人們突然意識到，所謂體面的大人，並不是永遠不犯錯，而是懂得在關係結束後，依然守住底線與責任。成熟的愛，從來不靠同框秀恩愛證明。很多人總愛問一句，他們是不是還有感情？雙引號。但其實，真正值得被討論的，從來不是他們還愛不愛彼此，而是他們有沒有繼續把愛給對的人。婚姻結束後，馮紹峰和趙麗穎沒有反覆出現在同一張熱搜裡，沒有用曖昧模糊的關係吊足大眾胃口，更沒有消費前任身份制造話題。他們的交集只存在於一個極其明確的坐標之中，孩子。這種清晰的邊界感反而讓人感到安心。在娛樂圈，太多人離婚後要麼徹底消失在孩子的生活裡，要麼把孩子當成博取同情的籌碼，要麼明爭暗鬥搶撫養權，要麼暗地裡互相拆台。相比之下，這種不動聲色卻長期穩定的合作式育兒，本身就是一種極高段位的情感管理能力。他們沒有對外宣揚我們關係多好，卻在一件件小事裡把我們都在這件事落到了實處。父母各自發光，是給孩子最好的安全感。想想之所以能長成如今這樣鬆弛、健康、有表達欲的孩子，很重要的一點在於他看到的是兩個沒有被關係拖垮的大人。馮紹峰沒有因為婚姻失敗而自我消耗，也沒有用情感空窗期去填補虛無感，而是把生活重心放在了真實可觸的陪伴上。他的世界沒有塌縮，反而變得更穩定。趙麗穎同樣如此，她沒有在離婚敘事中反覆自證受害者，也沒有急於用下一段感情證明自己值得被愛。她選擇繼續向上生長，把事業、母親身份與自我價值清晰區分。這對孩子來說是極其重要的示範。當父母能夠各自站穩腳跟，孩子才不會被迫去拯救大人，也不需要在兩種情緒之間來回拉扯。想想不必承擔任何一方的情緒缺口，只需要安心做一個被托舉、被尊重的小孩。比復合更難得的是長期的理性與自律。很多網友看完他們的狀態後，都不免感慨，比復婚更難的是離婚後還能一直這麼體面。雙引號。確實如此，短時間的克制不難，難的是4年如一日的不越界、不失控、不翻舊賬。尤其是在娛樂圈這個環境裡，一次情緒失衡就足以被無限放大。而他們之所以能做到，很大程度上源於一個共識：大人的情緒不該成為孩子的人生背景音。不管外界如何解讀，不管流言如何起伏，
他們始終保持着對孩子生活秩序的尊重。這種自律遠比任何浪漫敘事更動人。網友熱評：這才是成年人版本的圓滿。隨着更多細節被曝光，輿論場上的聲音也逐漸從八卦轉向祝福。有網友寫道：小時候總覺得圓滿是白頭到老，長大才發現圓滿其實是分開後依然善良。雙引號。也有人說，他們不是給彼此留情面，是給孩子留一條乾淨的成長路徑。雙引號。還有不少單親家庭的家長留言表示，看完真的被治癒了，原來不在一起也可以把孩子養得這麼好。雙引號。這些評論背後其實反映的是一種集體情緒的轉變，人們開始不再執着於形式上的完整，而是更在意關係是否健康，情感是否可持續。寫在最後，他們沒有贏過誰，只是沒有輸給時間。馮紹峰和趙麗穎的故事並不是用來歌頌離婚的，而是提供了一種更現實的樣本。當一段關係無法繼續時，人是否還能選擇負責、清醒與善意？他們沒有成為彼此人生裡的最佳伴侶，卻努力成為孩子生命中的可靠大人。或許多年後，當想回頭看自己的童年，他不會記得父母在哪一年分開，只會記得有人一直牽着他，有人始終站在他身後，這就夠了。有些愛不需要再用婚姻包裹，有些責任也不會因為分開而消失。真正過明白日子的人，從來不靠熱鬧證明，而是把最重要的東西安安穩穩地放在心上。結語：愛沒有消失，只是換了形態。馮紹峰和趙麗穎的故事並不童話，卻足夠真實。他們沒有把離婚演成一場戰爭，也沒有用孩子換取同情與關注，而是選擇在沉默中把最重要的東西牢牢拖住。孩子健康、快樂、被愛，大人各自安穩、清醒、向前。或許這就是成年人世界裡最難得也最值得尊敬的一種結局。不是所有婚姻都能走到最後，但所有父母都該把愛留給孩子，而他們確實做到了。